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已经拆开了。我们来看到，这就是2020年的贺岁银币5枚。再往上就是订单编号之类的信息了。好，扔掉。这就是这5枚的贺岁银币，正好吧，当一个垫脚的地方，还是比较好看的。没有摆好。那我们首先来看它的侧边，侧边写的是贺岁2020年贺岁银质纪念币，然后看看产品的正面，我拿上来看一下。正面印刷了非常多的红色鲤鱼，然后是用金色的底纹，在这边可以看到轻微金色的底纹，基本上都要把金色给盖过去了，非常多的红色鲤鱼。背面也是，上侧面也是的，下侧面以及右边的侧面都是红色鲤鱼，全部覆盖满了。然后正面可以看到，在这个位置，它右手边有一个贺岁，毛笔写的贺岁2字，然后印着是下面是2020年贺岁银质纪念币，然后再往下面就是英文了，看得清吗？应该可以。然后右边是印的是一个莲花，然后祥云鱼塘这样一个图案，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江南水乡的一个风景，一个喜鹊站在柳树上，下面是荷花、红色灯笼以及一个福字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把它打开看一看。现在应该好拿起来了。好了，这样就把它抽出来了。然后小桥流水人家，典型的江南风景，及荷叶、莲花，还有假山。左上角是柳树、喜鹊也印的有，然后它中间是一个大大的贺岁2字。跟外包装的话，除了底色不一样之外，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。它只是把2020贺岁银质纪念币给挪到下面去了，挪到在这个位置写的。右下角是巴克银币字样，然后右上角是中国金币总公司。我就有个疑问了，为什么中国金币总公司会卖银币呢？是不是没有一个叫中国银币总公司的地方？这边怎么有一个黑点点？黑点点去不掉。背面写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，然后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，然后是一个二维码。那我们来打开它看一下。这个效果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，相比于前2年的金币来说，因为前2年我没有入手这种卡册式的纪念币。然后左边是一个贺岁银质纪念币，我没有入手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包装的不是那么用心。然后是一个鉴定证书，打开它来仔细看一看，03434790，背面是鉴定证书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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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面额3元，重量是8克。所以这个纪念币是只有8克纯银，然后是面额3元。它在中间，中间是一个江南水乡，然后是上面是樱花吗？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反正是比较喜庆就对了。对，这应该叫梅花。然后下面是桥嘛，然后2个小孩举着灯笼风筝在桥上玩耍。然后左侧是池塘的一些剪影，然后再往内侧可以看到是一栋临湖的或者临水的一栋房子，
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小的阁楼，有一个小的亭子，在这桥的尽头有一个小亭子。这个制作算是非常用心了，我认为。但是这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出现？2020年贺岁银子纪念币，这是在右侧写的，是用中文把那个鉴定证书的背面又写了一遍。这个字体算是比较大的，之前没看清楚的可以在这里看一下。然后最大发行量这个是270万枚，8克，直径25毫米，银币。哟，银币就掉了。算了，我们先把它放一边，看看这个册子。在册子的背面是用的英文，又把之前的写了一遍。然后这个是一个贺岁的一个福字卡片，明信片。明信片的话没有写的地方啊，好吧，放一边。然后这是一个不用读系列，收藏提示，中文英文的。然后他把这些都拿出来之后，会发现它下面是房子的背面，这个就挺有意思的，还是挺有意思的，我只能这么说。好，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个币，这个是它的背面，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以及国徽，还有年号，年号是2020年发行的嘛，就是2020。四周是一个磨砂质感，应该是喷砂工艺，然后中间是亮面，这个制作来说还是比较精良的。然后正面是一个福字，也是跟之前这个主题是相呼应的。然后是一个江南水乡的一个样式，这个窗花的样式也是一样的。然后左右两边是荷花，然后下面印的是一个3元字样，正中间可以看到它这个样式。看房檐跟这个房檐是很类似的，都是江南水乡的那种样式。然后窗花也是这种扇形的，跟印象中的江南水乡比较接近，但跟它这个画的是有一些不一样的。这左右两侧窗上是祥云，然后这下面是荷花，左右都有。是比较对称的一个形式。然后下面是房屋的下沿，跟这边墙也是可以一一对应上的。只是这个床子未免也太大了吧。然后最下印的是一个3元字样，然后中间福字下面中间可以看一下。好了，今天的纪念币就开箱到此结束。各位小伙伴觉得这个值不值呢？算下来应该是125元一枚，然后因为它写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拿出去用的话，也是可以直接用的，就可以当人民币花，跟我们现在的1块2块的人民币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只不过你要花的话，只能把它当做3块钱来花。然而实际上它的货币价值呢？实际上它价值可能就不止3元，这样花的话可能就有些亏了。下面我们来拿它跟以前的硬币做一个对比。再见。